哦，大法师，弟子先用化身看一看龙族情形，这3年没管，别出什么问题。善。大法师含笑点头，目中带着几分赞赏。李长寿开始挪移心神，在各处进行全方位的排查。小琼峰丹房中只剩李长寿的指导人，那3个刚才还想对他的指导人做一些非礼之事的准仙女和小仙女，已经是回了湖边继续靠家养灵兽。看他们其乐融融说笑的样子，仿佛刚才无事发生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卞庄和敖乙也是打得累了，各自鼻青脸肿的躺在云上，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儿。大法师看够了热闹，转去了宫中，教训那一对正在闹腾的金银童子。李长寿黑着脸，2道仙力化作锁链，将敖乙和卞庄直接捆了起来，拽到了兜率宫的门前。你们2个可知此地是何处？都睁眼看看！就听李长寿一声轻喝，一人一龙抬头看向大门上方的树边，兜率宫3个字金光闪闪，让他们齐齐打了一个冷颤，醉意消退了大半。哼！李长寿皱眉，散掉了2个人身上的锁链。敖乙，你为何如此失方寸？教主哥哥！敖乙连忙站起身来，目中带着自责和懊悔，却又愤愤不平地看着一旁的卞庄，骂道：这家伙混账至极，前一刻还说喜欢科勒尔姑娘，这一刻就心目那瑶池中的仙子。我当真要好好教训他一顿。李长寿传声道：这不是好事吗？你这着什么急啊？啊！敖乙先是眨眨眼，随后便突然回过神来，忙道：哦，也对，这确实不关我事。一旁的卞庄仰头一叹，虽然鼻青脸肿，眼睛都睁不开，但依然是深情款款地说着：唉，科勒尔姑娘注定只是我的一场美梦罢了。我与她擦肩而过，在茫茫人海之中，我们未曾互相拥有，却依然刻骨铭心。我是带着科勒尔姑娘对我的祝愿，才决定找寻心仪的女子。这有错吗？这不可以吗？妈，可以。李长寿笑着应了2声，向前将卞庄搀扶起来，含笑问道：不知道友在天庭现在任哪般仙职啊？卞庄在自己脸上一抹，顿时就恢复了平日里英俊的模样，看着兜率宫的盘匾哆嗦了一下，小声道：也不敢说任什么仙职，只是在天庭种一种仙豆。前些时刚来天庭，领了个天庭种豆小元帅的职位。道友，你是？敖乙在旁边哼了一声：哼，这就是我此前所说的兄长，玄上无缺四海大神，此前就在兜率宫中听到。卞庄精神一振，连忙抱拳行礼：末将见过大神。啊，不必多礼。李长寿温声笑着，看看敖乙，又看看卞庄，笑道：你们2个莫非是不打不相识？卞庄尴尬一笑，敖乙却是撇了撇嘴，开始简单的说起他们2个人如何相识。卞庄就在兜率宫不远处种豆，这里灵气充裕，有兜率宫中飘来的灵药药香，算是天庭最好的一片豆田。敖乙在此地等了又等，始终是不见寿之踪影，心底有些按捺不住，在1年半之前去找卞庄探了探口风。卞庄种豆无聊，敖乙等凶寂寞。敖乙想知道这个卞庄到底是不是天庭师的算计，所以呢，就故意耐着性子与卞庄相交，想套出一点话来。这一来二去的，他们就熟络了。喝过了几次酒之后，也就引为了好友。而今日喝酒之时，2个人都有了一些醉意，敖乙就趁机问了一句科勒尔之事。
他本来是想看看此事是否还有后续，若是有后续的话，那就及时制止。没想到卞庄轻轻一叹，言说自己已经忘掉了科勒尔，心中已经有了新的梦。然后敖乙就骂他朝三暮四，卞庄说自己不过是随心而动，为情而生。两个人就争辩了几句，然后就掀了桌子，动了真火，大打出手了呗。李长寿有些费解地看着敖乙，卞庄朝三暮四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敖乙那清秀的面容上带着几分尴尬。兄长，我之前有些喝酒喝糊涂了，毕竟思思跟科勒尔是好友。卞庄摇了摇头。罢了，我回去照料那些仙豆了。卞庄对李长寿拱手告辞，李长寿含笑点头。敖乙略微有些欲言又止，应该是想要赔礼。卞庄对着敖乙拱了拱手，却也没有多说话，低头走向了远处那把断成两截的锄头。你怎么把我的锄头给弄坏了？这上面好歹有一点天道之力啊！你让我用手扒了呀！李长寿刚想说自己或许能够用功德帮忙修补，就听大法师在院内道：小金，去把角落里扔着的那把耙子送出去，给那小天将打理豆田用。哎，一名童子答应一声，很快就抱着一把3尺长的银色耙子跑了出来，左右看了看，跑去塞到了卞庄的手中。这是玄都师兄给你的，拿去用吧。卞庄精神一振，自然知道玄都师兄是何人，连忙接过耙子，对着兜率公深深地做了一个道揖。发达了。随之他将那3尺长的银耙拿在手中，略微炼化，那耙子自行化作了6尺长短，刚好趁手。卞庄喜不自胜，多谢大法师赐宝，末将这就去打理豆子了。言罢将这银耙扛了起来，大步流星地走在云路上，哼起了天涯阁的传统小调。李长寿略微摇头，这就是机缘吧。卞庄这个家伙的品性暂且不论，运气倒是十分不错，出身狗大户，又在天庭起步阶段进入了天庭，做了一个暂时没有品阶的天将，今日又得了兜率宫中的宝物，哪怕只是锄地用的耙子，那也有可能是老君炼制的耙子。看着银耙，生有9尺，齿尖锋锐，可为兵刃，上下遍布着细细的云纹，又有十足的灵性，蕴含一缕先天气，当真不是一件凡品。等会儿，李长寿盯着这只银耙，仔细地数了数，9尺银耙，9尺钉耙。卞庄，天涯阁少主，天庭起步阶段进入天庭，如今也有天仙修为，天将朝三暮四，见一个爱一个，私生活不检点，这难不成就是今后的天河水军天蓬元帅？二师兄。李长寿突然笑了一声，注视着卞庄离开的背影，心底道了2声有趣。一旁敖乙有些尴尬地蹭了蹭鼻尖，低头跑过去收拾矮桌酒杯，觉得自己辜负了长寿兄一番栽培，竟然在此地闹了糗事，心底羞愧难当。敖乙在外面又等了半天，李长寿入兜率宫中，陪大法师去了后院，与大法师解释了2个人打架的前因后果。大法师也是乐不可支，笑了好一阵才道：长寿，咱们人教自从多了你，这有趣之事倒当真是一件接一件。且去忙吧，你这化身可要留在天庭。弟子有这般打算。今后若有急事，直接来兜率宫前，我自有感应。弟子多谢大法师庇护。大法师轻轻地摆了摆手，言道：你今先结可快了。应当快了，弟子再准备准备，就可以尝试去摘这长生道果了。须记得明本心得正果。
李长寿低头称是，便退离了兜率宫。带着敖乙，李长寿赶去了自己在天庭的海神府邸。作为权臣仆配，他的这一座海神府坐落在了第7重天。李长寿特意挑选了一处僻静之地，周遭都是空旷荒芜的仙山云海。此时府邸已经修缮完成，3000天兵已经在周围镇守。天庭仙神做事比龙宫还是差了一些讲究，除却护卫之外，也没有配备什么侍女啥的。这不重要。李长寿让敖乙拿了一些礼物犒劳这3000兵马，随后便让这具指道人在此地停留，让府邸大门常开，随时等候玉帝陛下的召见。敖乙呢，也会在这儿待一段时，在天庭多刷一些存在感，而后再回龙宫复命。这边在天庭刚安稳下来，李长寿因为被强行灌注了大量的炼丹感悟，此时头昏脑也胀，就想着好好的休息几日。他特意通知了灵娥跟熊灵力，让他们近几日看好丹房周遭大阵，不要让人误闯。又在阵法外围挂上了前方有恶兽出没的牌子，开启了重重困阵杀阵，就在地下密室中席地而躺，准备浅睡几日。然而李长寿迷迷糊糊的刚睡着，就感受到了一股浩瀚天威突然出现在了渡仙门的上空，一个机灵就蹦跶了起来。金仙劫！连忙内视自身，发现自己元神安稳，道境稳固，道基圆满，只差一线，并非是自己引动的。那，哎呦，富贵同志要渡劫了！来了，最可能参照的渡劫样板，竟然还给了他一点小惊喜，就在此时渡劫。这比李长寿预料的要早了几十年，也因此李长寿的心底有些担心。在李长寿的观察中，忘情上人的道基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，但是忘情上人选择此时渡劫，应该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吧。渡劫无小事，谁都不敢莽撞。忘情上人选择今日渡劫，总不会是早晚都要搞，早搞早安心这般的荒唐理由吧。劫云生于四方天地，携浩瀚天威汇聚而来，天空骤然阴沉，宛若要下一场泥雨。方圆万里之内生灵惊惧，天地间一片肃杀气息。李长寿站在小琼峰的空中，与门内众炼气士一般，眺望破天峰的方向。那里一道身影缓缓升空，两鬓白发飘舞，负手傲然而立，直面天劫。但随之忘情上人的身影朝着山门外的荒山疾飞，上方劫云如影随形，宛若被扯着线的大号风筝，跟随着这一道身形缓缓移动。这般劫云的规模有一说一，不算大。待忘情上人飞走，护山大阵完全开启，由丝薄润滑加厚了许多。最先跟上去的是门内的两位金仙，掌门无忧道人与道藏殿看门老大爷，天地间不多的麒麟一族，久久识书的温暖老前辈麒麟长老。他们一左一右从后面远远地跟了上去，为即将渡金仙劫的忘情上人护法。金仙劫不比成仙劫，若是有一点干扰，很容易功亏一篑。忘情上人的渡劫之地早已经选好，也提前做了一些防护的布置。为何要外出渡劫呢？道理很简单，若是在门内渡劫，一是众门人弟子恐怕会被天威惊出道心魔障，二是护山大阵80%可以直接准备重建了，会给渡仙门造成大量的财损。李长寿的仙识扫过各处，此刻能够听到各处议论纷纷。咱们渡仙门要多一位金仙了。这就是金仙吗？只是这般天威就让人心惊不已呀。
撑得过去吗？那可是忘情上人，区区天劫自然不在话下。李长寿想了想，传声叮嘱了师父师妹几句，让他们在小琼峰上不要乱动。随后选了一具指道人，立刻就要驾云跟上去。刚向外飞，李长寿又见丹顶峰上飞出了一道身影，连忙传声呼唤：长老，还请带弟子同去。万凌云长老立刻折返，拉上了李长寿。老爷子也不问李长寿为何要过去，只知道金仙劫调味太浓，你稍后若撑不住，便立刻退回来。是，弟子明白。当下万凌云长老驾云带着李长寿出了山门，追向前方。不止万凌云长老，还有7、8位太上长老一同外出，以渡劫的荒山为圆心，在方圆300里范围内散开，一同为忘情上人守关。江灵儿也匆匆赶来此地，他见李长寿跟在万凌云长老身旁，下意识就凑了过来。你跑出来做什么？江灵儿瞪着李长寿，弟子过来提前感受一下长生之劫，以增强自身向道之心。你倒是担心的够远。江灵儿轻声道了一句，还想多劝，又想到这个小徒孙的种种非同寻常之处，便将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。随后他便远远地注视着空中站立的忘情上人，一颗心儿飘飘摇摇，为之牵肠挂肚。此刻劫云笼罩方圆千里，在这个范围内的生灵尽皆远远退避，天地一片昏沉。但在昏沉之中，又突然有一道道雷霆闪耀。此刻处于劫云之下，也看不到上方异象，但是距离渡劫之地数百里，这天威犹自让天仙胆战心惊。江灵儿很快就已经面色苍白，却在咬牙支撑。李长寿看脸自家失足，随后便努力地在自己的额头挤出一点汗水，默默地拿出一只玉符，开始一边观察一边细致地做着笔记。好记性终归不如烂笔头。